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菊讲故事。办婚礼前准备3金的时候，婆婆给我出了一个世界难题。妈去金店挑了俩镯子，正好你姑姐也快过生日了。这样吧，你一个，你姑姐一个，你是新媳妇先选。我看着一粗一细2金镯子，看出了婆婆昭然若揭的小心思，于是推脱道：“妈，这2个镯子你都留着吧，老公刚给我买了一个。”没想到当天晚上，婆婆就质问老公为什么给我买那么贵重的手镯，还勒令把镯子退掉。呵呵，我知道了，这婆婆是既想高情商的白嫖我，还让人挑不出刺来。办婚礼前准备3金的时候，婆婆给我出过一个世纪难题。她掏出一粗一细2个金镯子，摆在首饰盒里问我：“雨琦啊，虽然你跟我儿子去年就领证了，可仪式没办就还算婚礼没结束，新婚礼总是要给的。你嫁过来妈没什么好给的，去金店挑了俩镯子，正好她姐也快过生日了。这样吧，你一个，你姐一个，你是新媳妇先选。”我打量了下她掏出来的家伙时，很明显，一个大概20多克，一个只有10几克的样子，粗细差了一圈。如果抛开婆婆那昭然若揭的小心思，这个小的其实也不难看，样子新颖俏皮，看起来也挺可爱。但她这么一试探我就没来由的想膈应她。我摆了摆手，假意推拒：“阿姨，这太贵重了吧，不合适。”婆婆拍了拍我的手，安慰道：“没什么不合适的，没2天你就过门了。你穿金戴银的，程进脸上也有面，快选吧。”她期待地看着我，仿佛迫不及待想从我嘴里听到那个答案。我笑了笑，拿着网上学来的那套方法对付她，装作若无其事问她：“既然这样说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阿姨，你觉得哪个好啊？”婆婆的笑停滞了1秒。你们年轻人的眼光，我也不明白。再说是你自己戴的东西，你还是自己看吧。我径直拿起那个大的，肉眼看到婆婆瞪大了眼睛，微微皱眉的微表情暴露了她的想法。我又拿起了那个小的，婆婆眉头舒展了点。可笑，我月薪2万，再加上我家里的投资副业，还买不起个金镯子。顾忌到程进的面子，我还是软了软，随手放下2个镯子，撩起衣袖：“不好意思啊妈，我才想起来，这镯子前几天程进就买给我了呢。古法传承款，大概40克，看，都是我们不好，忙忘了，都忘记告诉你了。”我拢了拢头发，掩着嘴偷笑。至于这2个镯子，您还是都给姐姐戴吧，我那个有点沉，说不定这俩加起来还没那个重呢，戴多了反倒压身。像是察觉到自己说错话了，我捂着嘴：“呀，不好意思啊，阿姨，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您是长辈，您不会跟我一般见识的吧？”婆婆咬牙切齿地摇了摇头，往回收盒子的手微微颤抖。那晚，我听到婆婆给程进打电话，质问他为什么给我买那么贵的镯子，3金这东西不是一丝一丝就行了吗？她正在洗碗，只能开着免提接电话。在听到婆婆的话后，一脸尴尬地看着我，我也双手环胸，似笑非笑地看着她。当着我的面，程进理直气壮地跟婆婆呛了起来：“与其嫁给了我，买3金不是应该的吗？这是她自己挑的，我还能不给人家买吗？再说，这东西再贵能值几个钱？妈，我们的事你就别管了，我欠雨琦的就够多了，你别再试探人家打扰我俩了成吗？你有空多去我姐那住住，省得一个人在家瞎想。接你过来住？开什么玩笑，我们还要度蜜月哎。”
挂断电话后，程进走过来给我解释，婆婆是单亲妈妈，自从他们分家以后，婆婆就隔三差五去城桥那住一段时间，在她这住一段时间，再回自己家独居一段时间。这规矩不能变。她姐成家那会就没变，她现在成家了，也不能变。我同意了，既然我们结婚了，我当然不能拦着人家尽孝。可我不是恋爱脑，他要是愚孝到我头上，我也只能让他们打包滚蛋。正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下没有不为难儿媳妇的婆婆，我等着接招就是了。我是软柿子没错，但别忘了，我浑身带刺。婆婆是慢慢侵入我的生活的。我们度完蜜月后，生活就步入了正轨。我和程进，一个在互联网公司工作，一个在房地产公司上班，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经常3天2头加班。时间一长，两个人更是都得了不同程度的胃病。大概是我体质不好，埋头干活的时候突然胃口绞痛，眼前一黑就昏倒了。要不是财务小姑娘来让我签字，大概谁都发现不了我昏迷的事实吧。我胃穿孔做完手术住院后，程进在项目上脱不开身，没法来照顾我。他主动提出让婆婆提前从程俏家出来，过来照顾我，等我康复了一起回去住。我吓得脸色刷白，二话没说拒绝了。开玩笑，我都不好意思使唤我妈，还敢使唤我婆婆。我正在 App 上寻找靠谱护工的时候，婆婆主动给我打来了电话。我面露无奈地接起，婆婆的声音当即传了出来：“雨琪啊，你没事吧？”程进告诉我的时候都吓坏我了，也不能光顾挣钱忘记自己身子吧？我都上网查过了，你这次是胃穿孔，说不定下回就是胃癌了，怎么能这么大意呢？他是好心，可说出来的话我怎么听心里怎么不舒服的，怎么好像咒我似的呢？寒暄了2句，婆婆终于切入了正题。是这样啊，程进一跟我说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了，既然他没时间，你家人也都在国外，那就我照顾你啊。我机票都买好了，现在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妈呀，瘟神要来了！我吓得当即叫出了声：“别啊妈，你在大姐家待着就行了，我一个人能行的，实在不行我找护工也行啊。你年纪大了，快别来回在路上跑了，还是安心在大姐家待着，下个月再来我这儿吧。”婆婆愤愤道：“行什么行？行你一个人能把自己折腾到医院去吗？你这不仅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还是在给程进找事儿。他怎么能分心照顾你啊？找什么护工？放着妈这免费的不用，护工有我照顾的好吗？万一人家欺负你怎么办？偷你钱怎么办？行了，就这么决定了，我下午就过去了，你等着吧。”说完，不容我拒绝，他就摁掉了电话。我转头冲程进发脾气，电话里程进也有些手足无措：“宝贝，我真没想到我妈要过去，你看她也是一片好心，我也不能拒绝不是？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我妈就是你妈，不用不好意思。现在才哪到哪啊？将来等你怀孕生孩子了，我妈还要过来伺候你坐月子呢，到时候岂不是更尴尬啊？”我无言以对，总不能告诉她我是真不想见你妈，才不让她来的吧？我有预感，虽然现在跟程进郎情妾意的，但相信有了婆婆的插手，我们之间的矛盾也像窗户纸似的，一戳就破。下午我正睡得昏昏沉沉，婆婆大包小包叮铃咣啷的就进驻到了我的病房。因为资金到位，我破格睡在单人病房里，虽然各方面都不如家里，但总算有一个好处，就是安静。婆婆这么一来，直接把我吓醒了。
她来不及放下手里的东西，环顾一圈，就对我说道：“这么大的病房，你是胃病，又不是生孩子，有必要吗？这又得花程进不少钱吧？”我带着些起床气，声音里也带了点不客气。我有医保，刷的是我的钱。胃病跟生孩子一样，需要静养。程进说了，等以后生孩子就住总统套房去，到时候比这里还要大1倍出来。妈，你到那会再看看呢。婆婆悻悻道：“我就是那么一说，还得是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娇气得很。我们那会哪需要住院？生孩子不过就是找个接生婆的事儿。”我接过了话茬：“是啊，所以那会夭折的事儿比比皆是。”许是戳到了她的痛处，婆婆闭上了嘴。听程进说，当时在程俏和她之间，婆婆还怀过一个孩子，但是因为她拒绝产检，就在家里耗着，不知道怎么的就自然生化了。有了前车之鉴，怀程进的时候，婆婆就注意多了。她是个在一次次糖耐、四维、糖筛等各种检查下重重过关的幸运儿。婆婆有些尴尬地放下手里的东西，开始给自己找活干，一会给我倒口水，一会擦擦医院的栏杆。看她在我眼前转来转去，我有些头晕，指着一旁陪护的床，让她上去歇歇。婆婆摇了摇头，自顾自地忙着，我也就没管她，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连着1周，婆婆都给我打清汤寡水的稀饭。虽说我刚做了手术，确实应该吃流食，但看到护工群里人家给患者打的藕汤、豆浆、蔬果汁，再看看自己手里一碗清汤水上飘着的几颗小米，我还是忍不住给程进发消息，让他来看我的时候给我带些别的吃的来。程进秒回：“还有这种事？我妈只给你喝那个吗？你等我忙完了就去看你。”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婆婆就冲过来准备收我碗。我怕她看到吐槽她的消息，只能压下屏幕，端起碗一饮而尽。说是稀饭，其实跟白开水也没什么区别。这几天细汤灌大肚，我能明显感觉自己瘦了1圈。婆婆洗碗的时候，正好碰上医生查房。我顺势开口咨询了一下，看自己什么时候能吃点别的东西，这稀汤实在是喝得我反胃。医生看了下我的恢复情况，再有几天就能出院了，可以试着慢慢吃些面条、蔬菜、水果之类的东西，只要多补充维生素 C 就好了。听到医生这么说，婆婆比我还高兴。是吗？那我儿媳妇终于能不喝稀饭了。这孩子不爱喝这口，看这几天瘦成什么样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个婆婆苛待她呢。一旁收拾液体的小护士含笑看去：“哇，您是婆婆来伺候儿媳妇的，真是了不起啊！这么和谐的婆媳关系真难见。”小护士的吹捧把婆婆夸得天花乱坠，险些要飞到天上去了。人家离开好长时间，婆婆挂在嘴角的笑容还压不下去。第2天，婆婆神神秘秘地凑过来：“雨琦，妈知道你这几天喝腻了，医生既然说能吃面条了，那妈就给你找个好吃的去，等着啊。”我点了点头：“谢谢妈，你忙里忙外这么长时间，真是辛苦了。”嘴甜点总没错。婆婆提着饭盒，兴冲冲地离开了病房。没一会，她就回来了。平日里，她都是自己吃完才给我打回来饭。婆婆吃饭慢，我经常得饿着肚子等她，基本上回来就得1点半左右。可今天，她足足提前了1个小时。我有些受宠若惊，鼻尖微动，闻到熟悉的味道时，我不自觉地看向饭盒。她所谓的好吃的，不会是……顺着我的眼神看过去，婆婆笑出了声：“看你等不及了吧？”
泡好了，泡好了，我这就给你吃啊，别着急。婆婆揭开盖子，一股浓郁的泡面味扑鼻而来。虽然知道自己不应该吃，可我还是不争气地咽了口水。我狐疑地看向婆婆，那个，我现在还在恢复期，不能吃泡面吧？婆婆拧了拧眉头，一双筷子不断挑着里面少得可怜的脱水菜和脱水胡萝卜小块。为啥不能吃？医生不是说了吗？可以吃面条、蔬菜、水果之类的，这里面又有面条又有蔬菜，怎么了就不能吃？真矫情！不说还好，她这么一说，我顿时不想吃了，只能忍着饥饿摆了摆手。你吃吧，妈，我真不饿，一会喝点稀汤就行了。婆婆叹了口气，当着我的面自言自语：哎，怪不得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呢。现在的年轻人本来就是多，生个病更是这不吃那不吃的。既然没这个口福，那我就自己吃了。说着，她端走了我的饭盒，躲到一边吃去了。婆婆在一旁吸溜吸溜吃得香，我愈发觉得她是故意的。我说呢，怎么今天提前这么长时间回来？原来是有后手对付我呢。没事，反正将来她住院的时候还长着呢，我也学到了。我气不过，给程进发了语音消息，让他现在带着包子、小米粥来看我。程进听出了我语气不好，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就往过跑。半眯半醒间，我真的睡着了。我是闻着一阵香味才醒的，等程进拿着喷香的饭进来的时候，我才恍恍惚惚的清醒。他说他来的时候撞到了他妈，他让婆婆回家休息，自己来守我一下午。婆婆怕程进累着，死活不同意，最终妥协在旁边睡一觉，程进来照顾我。我一口口咽下小米粥，低声向程进抱怨方便面一事。程进比了个虚的手势，小声告诉我：别放在心上，我这不是来解救你了吗？妈也是好心，她肯定不是故意针对你的，否则怎么可能主动请缨来照顾你呢？相信我，她只是用错了方法，你别多想。听到她这么说，我心里凉了一半。倒不是我多心，此刻的我要的就是个态度，哪怕她心里是这么想的，但嘴上如果说没错，是妈的不对，我反倒也不会太在意。可她这么说，不管是心里还是嘴上，都是向着婆婆的。也就是从这次开始，我跟婆婆的斗争里，从来没掺和上这根搅屎棍。她让我受的委屈，我自己会还回去。当然，在我出院后，婆婆也跟着我们一起回了家，正式开启了我们的同居生活。或许也打响了我暗暗对抗婆婆恶势力的第一枪。跟婆婆同居的头段时间，我们还算平安无事。我跟程进早出晚归，回来吃个饭洗漱一下，也就到了睡觉的时间，跟婆婆单独相处的机会非常少。婆婆也是个聪明人，在程进面前跟我表现出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不就是做戏吗？我可以奉陪。跟别家婆婆在背后蛐蛐媳妇不同，我家这个每天出去遛弯聊天的时候说的都是我的好话。一时间，小区大部分人都知道我家是模范家庭喽。好景不长，这样的日子仅维持到程进出差就戛然而止了。他要跨省去谈项目，只把我跟婆婆单独留在了这里。临行前的那个晚上，我拉着他撒娇：老公，你要不把我也带走吧？我一个人跟妈待着多尴尬啊，总感觉怪别扭的。程进单手把我搂进怀里：我是去工作，又不是去玩，带你干嘛？再说这几天你不是跟妈磨合的挺好吗？待一待就习惯了，怎么她还能吃了你不成啊？我垂下了眼。我怕的不是自己被欺负，而是程进走了以后，
他妈会被我欺负。第二天，程进早早出发了，我跟婆婆站在一起，冲她告别，叮嘱她路上慢点，到了给我们发消息。程进关上门的一瞬间，婆婆就变了脸色，径直走回沙发上坐着，打开电视，声音调到最大，看起了戏曲节目。因为我还有工作没处理完，好声好气道：“妈，我还要忙工作，你声音能低点吗？”婆婆翘着二郎腿，斜睨我一眼，弯腰从茶几抽屉里取出一副耳塞递给我，看着我笑：“戴上这个就好了，妈年纪大，听不清，你不会跟妈一般见识吧？”得，下马威这就开始了。我摇头笑了笑，转头就走。不用了，您自己留着晚上睡觉戴吧。听戏的时候听不清，晚上倒是一点动静都睡不着。等程进回来，我们带您去医院看看吧，去看看放心。次日我赶紧早早离开家，去公司上班。忙碌了一天，下班回家的时候，路过常见的水果店，看着摆在外面一个个圆滚滚的太阳芒果，我竟意外地馋了，想着买些回去也能给婆婆尝尝。我专门多挑了几个，一来二去，这堆芒果竟花了我100多。我这个人天生对包包、化妆品、奢侈品、衣服、裤子不感兴趣，也不太喜欢死存钱。跟程进这么多年，别的地方可以节约，但从来没有在吃食上省过。反正不管再贵再好吃的东西，最后都会进自己肚子的嘛，满足的也是自己的欲望，那就不用想太多。我们的宗旨是，既然有本事挣，就有本事花。一回家，婆婆就迎了上来，接过我手里的东西。雨琦回来了，你这是买的什么的啊？买这么多能吃的了吗？我一边挂包一边道：“这是太阳芒果，71斤，程进级我买过一次，这个比一般的要好吃，和小壤甜，您尝尝。”话音刚落，婆婆脸色顿时掉了下来。71斤的芒果，你们一个也挣多少钱啊？就敢这么花？雨琦，不是妈说你，程进每天早出晚归的，真的不容易。你看，现在你在家里躺着吃这么贵的水果，程进说不定在哪个犄角旮旯受罪呢。咱们是结了婚的人，女人嘛，能挣钱不是本事，勤俭持家才是本事。你买这么贵的东西，问过程进吗？我压下心头被说教的火气，点了点头。他当然知道啊，这水果就是他给我代付的呢。不过妈，你这话说的也不对，我每天也是早出晚归的上班啊，也没在公司喝茶看报白闲着，我也挣钱的，自己想吃个芒果还买不起了吗？那这日子过得有什么意思？你说是吧？婆婆啧了一声，你这话可说的不对，你跟程进的钱能一样吗？你是坐办公室做出来的，程进是到处跑出来的，他可比你辛苦多了。你们应该把钱放在一起攒着，万一以后生了孩子什么的，不得花啊。我懒得理他，他要是知道我跟程进是丁克，不得气死啊。我接过他手里的袋子，径直去了厨房，揣了个芒果就回屋了，剩下的都扔在冰箱里。等明天抽空做个芒果碗当早餐，岂不是美滋滋？晚上我戴着耳机追剧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开门声，婆婆好像说了点什么，对方又关上了门，大概是邻居吧，我也没多想。怀揣着对太阳芒果的期待，我睡得也甜。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可翻遍了冰箱都没找到我的水果。我心一沉，抬眼看向一旁给自己热牛奶的婆婆：“妈，我昨天拿回来的芒果你看到了吗？”婆婆端着奶锅的手微微一顿，无所谓的道：“哦，我给你大姐寄过去了，昨晚快递冷链上门拿走的。不知道你们懂不懂那种期待落空的感觉？
我再次被气笑了，语气也谈不上尊敬。没给家里留2个？婆婆看了我一眼，没有啊，我又不吃，而且你昨天不是吃了吗？尝个味儿就行了。这芒果太贵了，你大姐省吃俭用，从来舍不得买这些，也没吃过个什么好东西，就当你施舍给你大姐了，行吧？你不会因为一个芒果就跟我生气吧？我看着眼前这个绿茶婆婆，忍不住笑出了声。当然不会，再说什么叫施舍啊？那是大姐，给点东西是应该的，只是您下次再给的话，提前通知我一下吧。这不明不白的把我买的东西给人，知道的是咱们是一家人，婆媳间关系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婆婆偷儿媳妇东西接济自家人呢，传出去多不好听啊！我无辜地看着她，眨巴眨巴眼。婆婆有些无语，你的反驳不出话。她不是嫌我买贵价水果吗？那我还非要买不行，她能给1次2次，有本事天天给。晚上下班后，我又去水果店买了几盒大个蓝莓，刷的自然是诚信的卡。大概是品种好，这些蓝莓个个比鱼眼睛还大，愣是挑不出来一个小的，而且尝起来每颗都甜丝丝的。进门的时候，果然婆婆又皱起了眉。怎么又买这些东西？不是跟你说了，以后这么败家的水果别买了吗？我哦了一声，打开盒子介绍，这个不贵，这么多才花了50、60，我这不是怕你都给大姑姐送过去，自己舍不得吃吗？小了点，也没多少，一口几个一会就吃完了。妈，我给你买吃的，你不会说我乱花钱不孝顺吧？我也是好心啊，怕你之前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我声音越说越低，婆婆咬牙切齿地看着我，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怎么会呢？趁我回卧室换衣服的时候，婆婆赶紧把袋子里的蓝莓掏出来，不知道藏哪去了。听到她窸窸窣窣翻动袋子的声音，我嘴角都压不住。管她放哪藏呢，反正买东西花的又不是我的钱。不光这次，以后我给家里买的所有东西都只会刷诚信的卡。果然，第2天我起来的时候又没找到蓝莓的踪迹，看来跟昨晚一样，如法炮制，不知放哪儿去了吧。婆婆看出了我的疑问，先发制人：你不是给我买的吗？正好，我也算是借了儿媳妇的光，放起来慢慢吃。我点了点头，什么话都没说。过了一会，倒是她忍不住了：雨琦，妈想跟你谈谈。她拿出一副豪门老太太的气质，昂着下巴看我，仿佛要说教我是我的福气似的。我看了看手机，一点没惯着她。好啊，您还有15分钟，否则我上班就要迟到了。她神情一致，坐在我身边，开始滔滔不绝。不是妈是多啊，只是那天买芒果的时候我就说过你，怎么感觉你一点没听进去啊？你要是买点苹果、香蕉什么的，妈肯定二话不说，但你买这个，多少有点超过咱们家庭情况了吧？行，就算你俩能挣钱，也不是这么个败家法吧？吃2天水果就花了200块钱，这不合理吧？咱家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你们年轻人，我说多了你也麻烦，但我还是得说，做人可不能太败家啊！谁的钱也不是刮风逮来的，不能因为一时的口腹之欲就大肆浪费吧？你们是读书人，我这个道理你们肯定比我懂。你虽然有本事，但最后总是要回归家庭的，不是吗？程静跟我说了，以后你们生了孩子，你就要辞职在家当全职妈妈了。你现在的生活水平这么高，到时候难免会觉得有落差，还不如从先开始节省点，提前熟悉一下以后的生活环境。你说呢？对了，我一直没跟你说，你不爱吃萝卜，
其实萝卜比水果要好吃多了，你肯定听过吧？冬吃萝卜夏吃姜，医生不用开药方。看看你买的那些东西，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东北人参凤阳梨，不如潍县萝卜皮。我看啊，以后你想吃水果的时候，就买点萝卜垫垫肚子好了。他啰啰嗦嗦说了一堆，我关注的重点只有2个：一是程进居然不想丁克了，而且还想让我全职在家带孩子；二是婆婆话里话外的意思，不就是嫌我败家吗？她既然想吃萝卜，我就装成傻白甜给她吃个够。现在看来，需要收拾的人不止婆婆一个啊。有了她这句话，我特意向公司请了假。第2天起了个大早，天不亮我就推着小车去了最近的菜市场，包圆了萝卜摊上的所有萝卜。掏钱的时候，我还特意拍下了视频。我跟卖萝卜的阿姨同处一个镜头里，笑得开心。婶子，你这萝卜是潍县的不？阿姨操着一口山东话，对我这个大生意很满意。当然当然，俺就是潍县的，这萝卜肯定也是。你们放100个心，买回去肯定好吃，不好吃不要钱。我按下暂停，开心掏钱。他摊子上的萝卜又多又重，我一个人拉回去费点劲。阿姨二话没说，让她儿子帮忙给我拖回家。到门口的时候，我指纹开锁，费劲巴拉的才把那筐萝卜拖进厨房。二话没说，戴上围裙，撸起袖子就开始削皮。我一边听着土味 DJ 舞曲，一边削得开心。没一会，1半萝卜就让我搞定了，厚厚的皮垒了一筐。婆婆打着哈欠，慢吞吞地往厨房走，被眼前一幕惊呆了。我假装刚看到她的模样，指着一边削好的皮说：“妈，你醒啦，看我送你的礼物，你开心不？”婆婆脸都气绿了，指着我你你你的说不出话。我装作一副了然的样子：“没事妈，我知道你想感谢了，程进没做到的事儿，我替他做了。这么多年我才知道您最爱吃的是萝卜皮啊。放心，咱家别的没有，萝卜皮管够，而且还是儿媳妇亲手削出来的爱心萝卜皮哦。”我取了2节长条萝卜皮，将它们一弯一折窝成爱心的形状，举到婆婆脸跟前。看着她变化莫测的神色，我内心都要笑疯了。婆婆下意识倒退2步，喊出了声：“这什么味啊？离我远点！”裴雨琪，你是不是疯了？我摆出一副受伤的样子。啊，妈，你说啥呢？我大早晨起来就睡了几个小时，才把这些萝卜搬回来。您昨天不是苦口婆心地告诉我萝卜有多好吃吗？没事，我给你买回来了，你吃个够吧。婆婆气急败坏，指着我大骂。我那是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你知道吗？我要是说天上的星星好吃，你也要给我搬回来不成？我点点头。那是肯定的，您是好婆婆，我是好儿媳，您提的每一个要求我都会尽力满足的，别太感动，这是我们做儿媳妇应该做的。婆婆气得白眼直翻，险些一口气上不来撅过去。她怎么可能看不出来我是在装傻？这人也是奇怪，我只是用她对待我的方式对待她，她怎么就生气了呢？看着她的样子，我把围裙一摘，笑眯眯地质问她：“你不是爱吃萝卜皮吗？你为什么生气了呢？这是为什么呢？”能看出来她真的是气坏了。刚坐下没2分钟，就给我那筐好容易弄出来的萝卜皮和剩下半筐还带着泥土芳香的萝卜，各种拍视频拍照片，一会发给程进，一会发给程俏。没一会，程进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起身去一侧接。你怎么回事？程俏给我发消息问我，你怎么给妈削萝卜皮吃啊？你在虐待她吗？
那东西能吃吗？我哦了一声，点开百度。怎么不能吃？凉拌萝卜皮、糖醋萝卜皮、炒萝卜皮、水煮萝卜皮、萝卜皮汤，剩下的萝卜还能炒肉炖肉，萝卜浑身都是宝啊！程进一噎。那以前怎么没听过你爱吃萝卜啊？姑奶奶，这又是谁惹你了啊？我耸了耸肩。我本来就不爱吃萝卜啊，这是你妈非要吃的，我为了她特意请了假，起了个大早，回来还得不辞辛苦的手削萝卜皮，到头来你们姐弟俩说我虐待。我虐待谁了？我看啊，虐待的是我自己。说着，我带了点哭腔。这么长时间，程进只要一听我哭哭啼啼的就没办法，果然他软了下来。我下午就回去了，等我回去看看什么情况。你先别哭了，我就知道把你俩放一块准没好事。你先冷静啊，宝宝，别哭啊。我嘟的一声摁掉电话。回来吗？回来的正好，两个我一块收拾就是了。婆婆一直到程进回来都没跟我说话，只是竖起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地看我，不断用手写输入法在跟别人聊天。让我猜猜，大概是在跟大姑姐程俏吐槽我吧。母女俩一丘之貉，是一路货色。嗒嗒一声，锁开了。程进一进门就直奔厨房而去，看着满地狼藉，忍不住问我：“这到底咋回事？”我坐在沙发上，把那天的事竹筒倒豆子似的都说了出来。从我买的水果怎么不翼而飞，从他妈是怎么给我脸色看的，再到那天又是怎么居高临下教训我的。听完，程进脸色也不太好。他转头对婆婆道：“妈，接你过来住就是来享福的，你不要掺和我们的生活。与其挣的钱不比我少，工作也不比我辛苦，他干个什么就让他干去，你不要跟他唱反调就是了。”婆婆缩了缩脖子：“我什么时候跟他唱反调了？我就是教育他一下，谁知道这孩子气性这么大。”说完，程进转头面向我：“你也是，知道的你是好意，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专门打击报复，针对妈呢。妈那意思我也可以理解，咱们虽然富裕点，但也要为了以后养老考虑，不是？看看，都是你弄的萝卜，让妈不高兴了。你也是好心办了坏事儿，快，你给妈道个歉，这事咱们就翻篇了。”我定定地看着他，抽了抽嘴角，转而一屁股挪了半个身子，拉着婆婆的手：“你误会妈了，妈那么心疼我，怎么会跟我闹脾气？我可是听说了，别人家婆婆都在外面吐槽儿媳妇的时候，咱妈可是一直夸我呢。说不定啊，我比你还让人喜欢呢，是吧妈？”我的语气真诚，没有半点虚假，顺着我真挚的眼神，婆婆艰难地点了点头。程进松了口气，什么话都没说。他前脚离开客厅，后脚我就撒开了婆婆，看着她笑了笑：“不好意思啊妈，下次不会了。当然，我会不会的前提纯属是看你值不值得。”连续好长时间，我们一家三口吃的都是萝卜，那些网上看到的萝卜菜谱被我包圆了做。事情最后以把程进吃的走一步放三个屁才结束。从那次起，婆婆再也没说过潍县的萝卜皮好这句话了。当然，其他话她也得斟酌着说，毕竟我这个二杆子可确实是什么都能做得出来的。我是输了心，可这事儿传到程俏耳朵里可就变了味儿，再加上婆婆三言两语就把自己置换到受害者的位置上，我这恶媳妇的名号可是坐实了。这不，为了整治我，程俏以老公出差，一个人无聊为由，给程进打电话，提出想来我们这里住几天，票都买好了，明天到。程进跟婆婆自然同意，两个人对着电话了半天，
生怕程俏一个反悔就不来了。挂了电话后，程进才想起来我这么个大活人刚才也在旁边坐着，尴尬地冲我笑笑。那个，老婆啊，我姐过来住几天，你会介意吗？母子俩一唱一和就做了主。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怎么不问我？是眼瞎没看到我吗？现在板上钉钉了，眼看人家明天就要过来了才问我，还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我摇摇头，笑了笑。我当然不会介意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大姐来住就住吧，我们也好久没见了嘛。不过就是得辛苦大姐来了以后跟妈挤一挤了，妈难得有跟大姐接触的时候，应该也不会介意。婆婆点了点头，虽然没反驳我，不过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脸色也不太好。她在想什么我自然知道。开玩笑，当初我俩装修的时候压根就没设计次卧，婆婆现在住的地方是未来的儿童房，里面除了张1.5米的双人床，就是点简单的陈设，一个人睡倒是没什么，可2个人多少有点挤了，恐怕一翻身就会掉下去。婆婆不知道吗？她自然知道。可是比起看到她女儿要替她出头，住在我家对付我，这点小事又算得了什么？说起这个大姑姐，也继承了婆婆的优良基因，是奇葩一枚。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出于礼貌，专门挑了个过节的时候请她和婆婆吃饭。刚见面的时候，我就跟她打招呼，大姑姐看也不看我，高傲地哼了一声，就动筷子吃饭了。当时我就有种拔凉拔凉的感觉，好像我是她的舔狗似的。用餐到最后，我习惯性地要了汤收尾，可没想到那家饭店的汤不尽如人意，便只喝了一口放在那儿。程进偷偷凑过来问我要干嘛，我只能小声说汤不好喝，我准备倒掉。他也是忙，二话没说，端起我的碗喝了个干净。本来是个小插曲，可放在程俏眼里，这就是我欺负他弟的表现。程进放下碗的瞬间，他咚的一声将筷子摔在桌上，赌气说自己吃饱了。就连婆婆都有些诧异，在他俩再三盘问下，程俏不情不愿地开了口：“程进，你是不是有病啊？别人的剩菜剩饭就这么好吃吗？你是个泔水桶啊！不行，你把全饭店人剩下的都吃了呢。”我们都愣住了，我这才想起来他刚才看到了那一幕，现在这场戏恐怕也是他给我的下马威。婆婆揪了揪他：“行了，俏俏，这么多人呢，干嘛啊？这是。”程进脸色也黑似锅底。他虽然是弟弟，但自小不买程俏的账，现在被他指着鼻子骂，也果断喷了回去：“你才有病！我马上就结婚了，吃我老婆的剩饭怎么了？你怎么不让你对象吃你剩饭呢？哦，对了，人家嫌你恶心。你是不是嘴里有味儿啊？要不要去看看牙科或者是消化科？”他这话一出，周围几桌的人都没忍住笑出了声，大概是觉得自己丢了脸。程俏摔了餐具，起身就走。这明明是程进招惹的他，程俏却把他算在我头上。此后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怎么理我。我本来想着婆婆还可以，再加上程进也是向着我的，对程俏这个人也就不放在眼里了。可早知道我们有同住屋檐下这么一天，当时说啥我也不能忍气吞声，就应该用魔法打败魔法。第二天，程俏果然来了，落地的一瞬间，他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一看来电人是程俏，直接摁开了免提，他娇滴滴的声音传了出来：“弟妹，你现在有空吗？我可是到你们这里了啊，现在就在机场，你开车过来接我一下吧。”我抿了抿唇，带上了几分笑意：“不好意思啊，姐，你大概是忘记了，我不会开车，我记得你会啊，
你看看周围有没有共享汽车，自己扫一个回来呢？或者实在不行，就让程进去接你吧。”话音未落，程俏就高了几个八度道：“哟，这么大人了还不会开车？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不会吧，不会吧，你不会是不想我来吧？不过你不想也没办法啊，我妈和我弟都在呢，那个家可是姓程。”我嘿嘿一笑，将手机伸到程进面前，假装没听出他话里的意思。“大姐说她累了，你去接她吧。”程进又不是傻子，他那样针对我，他脸上也没有面儿，一把夺过电话，冲程俏道：“能来来，不能来滚，惯的你。”程俏还你腻腻着呢，程进就挂了电话。婆婆试图说他两句，但被他黑如锅底的脸色劝退了。我简直要笑发财了。程俏还是自己打车来了，一进门就直奔次卧，看着那张1.5米的小型双人床，问婆婆：“妈，咱俩就睡这儿，能睡下吗？”婆婆拽着她到一旁说话，我估计是想怎么对付我的招数。我则跟老公待在一起，担忧地看向婆婆那边。“程进，你说大姐是不是嫌弃次卧啊？”“不行，让她去主卧睡吧，我委屈点没关系的。”说着，我瘪了瘪嘴，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我从来不觉得一个女人在男人面前示弱流泪是什么不好的行为，男人都吃这套。尤其这么长时间观察下来，程进更吃这套。每次我用这招，哪怕我再不对，他都软了气。果然，程进摸了摸我的脸，安抚我。过来也是他要过来的，又没人拽着他逼他来，能住住不能住自己睡沙发去。我还没见过客人来了睡主卧，把夫妻俩撵走的呢。与其这儿是你家，你不用为了我委曲求全。我妈年纪大了，我们是得让着她，可程俏就不一样了，你不用让着她，我平时怎么对她你就怎么对她。我心底暗道，你平时动不动就带脏字跟她对骂，我要是这么干了，程俏还不得戳烂我的脊梁骨啊。不知道婆婆说了什么，总之现在的程俏冷静了下来，看着我也露出了黄鼠狼似的微笑。“不好意思啊，弟妹，这几天得在你们这儿住一段时间了，顺带照顾下我妈。等什么时候你姐夫回来了，我们就走了。”我迎了上去，一把拉住她的手：“没事，大姐，这是我和程进的家，也是你和婆婆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俩相握的手暗自较劲，谁都不服输。场面话嘛，谁不会说？话虽然说出口了，但能不能住下去就看你的本事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婆婆使出了浑身解数，把我家冰箱里空运回来的各种海鲜和贵一些的食材全拿出来做了，甚至连我平日里舍不得吃的东西也都端了出来。我倒不是心疼东西，只是她的动作未免有些太明显了吧。大姑姐像皇帝一样坐在那，一边吃着婆婆洗好的东西，一边挑三拣四的感慨：“说起来，还得是你俩有本事，看这些东西我们都没吃过呢，平时见了也舍不得买，只能在你们这儿饱饱口福喽。哦，对了，妈上次寄给我的那个芒果真甜啊，还得是弟妹你舍得花钱，不像我都省吃俭用给那个家花了呢。哎，女人都得向你看齐，要对自己好一点啊。”不说还好，一说我就想起我是去的芒果和蓝莓，气得我肝疼。我一把掰断了手里的牙签，皮笑肉不笑地看着程进的背影。哪儿的事，这也都是程进有办法，还疼我，家里的开销都是他出呢，哪用我花钱呀？程进经常说，男人嘛，就是要让女人过得好一点才算有本事。看来我是嫁对人了，有时间让程进跟姐夫也说说，让他对你也好一点。程进听到我说的话，身板更直了，
连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意，而我笑得真挚，让人挑不出毛病来。程俏坐直了身体瞪着我，能明显看到她咬牙切齿的动作，我心里无比舒爽。为了能让她多活几年，我主动离开了客厅，回卧室办公去了。虽然我请了假，但还得抽空处理一下公司的问题，否则带薪休假这个钱我拿着也烫手。程俏大概猜到了我在工作，跟他妈一样将电视声音调大，用这种拙劣的方式挑衅我。我微微一笑，打开床头的蓝牙音响，用魔法打败魔法。婆婆做了桌满汉全席，恨不得把我冰箱掏空的那种，这阵仗大的都让我怀疑这是不是他们家的最后一顿饭了。我选了个离我喜欢吃的大虾最近的地方，泰然入座。吃大虾的时候，我喜欢剥皮，程俏边咂巴着带壳的虾，边摇头看着我。雨琦，你这样可不对啊，大虾的营养可都在皮上，你这简直是浪费啊！看我就喜欢吃虾皮。我正剥虾的手一顿，顺手将刚剥好的虾壳和头递给他，扬了扬下巴。哇，还得是姐，懂得真多。这也给你吧，我没用嘴咬，洗了手还戴了手套，肯定干净。程俏不接，我就直接放在他碗里。我这一下，一桌子人都惊呆了。程俏筷子一甩，指着鼻子骂我：裴雨琦，我忍你很久了，你一开始欺负我妈，现在又用这招对付我了是吗？告诉你，老娘不吃你这套。我是你姐，是长辈，就只配吃你剩下的边角料是吗？我懵懵地看着突然跳脚的他。怎么了？不是你说的吗？你既然爱吃，我就给你留着啊，反正扔了也是浪费。你一会爱吃，一会不爱吃，真令人头痛。程俏恶狠狠地看着我，你少给我装蒜。这点招数骗骗程静就算了，连我也糊弄。我要是想吃，我没手吗？不会自己弄吗？需要你假好心？明里给我，暗里针对我，恶心我。我是住在我弟家，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地方，你不同意大可以拒绝啊。怎么着，现在等我过来了才来这套，我是欠你的吗？我慢条斯理地放下筷子，把虾肉塞进嘴里品尝一番。不得不说，婆婆虽然人见了点，但手艺还不错。吃了口饭，面对咄咄逼人的程俏和婆婆，以及不动声色观察我的程进，我才缓缓开口。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从一开始你突发奇想过来住，落地让我一个不会开车的人去接你，进门开始对我各种耀武扬威，用话刺耳我，哪怕是刚才对我吃东西的习惯评头论足，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在针对我，我从来没有主动说过你一样，不是吧？就算刚才那件事，是不是你亲口说你喜欢吃虾皮的？你要是说你喜欢吃虾肉，我给你虾皮，那是我不对。你自己说的话，转头就不承认了，哪儿的道理啊？更重要的是，这个房子是我跟程进一起买的，房产证上也写了我的名字，就算离婚，还有我一半呢。你几个菜啊，喝成这样，怎么就全程进的了？当然，你想要也可以，我跟程进离婚，赔偿款给了，别说这房子了，连装修家具都是你们的。我擦了擦嘴，起身就回了卧室。离开后的下一秒，程进就在餐桌上跟程俏大吵了起来，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他挑拨离间，怎么婆婆在的时候无事发生，他一来就这样那样的，让他赶紧滚回去。程俏也毫不示弱，高声叫着我的名字，说要不是我没事找事，他根本不会那样。程进恶狠狠地看着他，你爱吃你他妈的多吃点，热饭堵不上你的冷屁股。我老婆怎么吃东西需要你管吗？你比我大不了几岁，
怎么提前进入更年期了？你要是再在我老婆面前挑拨我俩的关系，我直接给你送到李小阳家，我问问他是怎么管你的。”程静气汹汹地闯了进来，看到我时候目光软了下来，趴在我床板道：“老婆，你别生气了，我知道都是我姐不对，可你也是，怎么能把垃圾放她碗里呢？也难怪她会生气。”我心下了然，得是个和稀泥的，谁也不得罪，谁也说两句。我翻动着书页，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他说爱吃，我就给他了。他要是爱吃鲍鱼，我明天也能买。可谁让人家爱吃虾皮呢？程进拉住我的手：“你刚才说要离婚是气话吧？你不会这么对我的吧？”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那还真不一定。你要是哪天帮着他们3个人合起伙来欺负我，我还真就过不了这个日子了。”程进一把把我抱进怀里，埋在我耳边道：“不会的，不会的。”我只被他抱着，无动于衷。真的不会吗？那我就拭目以待了。当然，这只是成翘的第一步。她跟婆婆沆瀣一气，2个人一唱一和，为了恶心我做出的事，比想象中还令人发指。我囤零食的零食柜每天都是开着的。程翘作为一个客人，从来不过问自己能不能吃，各种消耗，吃完了就拿程进给婆婆的超市卡去买各种坚果水果。本来都是小事，可时间长了确实看着有些心烦。有时她买点贵重的水果回来，我吃了几颗，她就像防贼似的，一股脑全吞了下去，跟狗一样，还护食。晚上我有意无意跟程进提起时，婆婆就在旁帮腔作势：“不是吧，雨琦，这点小事还用跟我儿子说呢？程翘没本事，加了个没出息的，别说这点水果了，就前些天吃的那些海鲜，他长这么大也没怎么吃过。是我对不起他，是李小阳对不起他啊，他是无辜的。再说，不就是吃了你点水果吗？多钱？我掏了行吗？”我冷笑着看他：“妈，你不会觉得是钱的问题吧？我什么时候买回来东西是自己抱着偷偷吃的？别说是点烂水果了，就连稀奇海鲜之类的，我都放在冰箱里，谁想动谁动。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教养的问题。”婆婆气得说不出话，难得的，程进也低低地吼了我一声：“行了，少说2句吧。你不是也开工资吗？我再给你点钱，想吃啥自己买吧。我姐是个家庭主妇，没收入，你差不多点儿，让她行了。这又不是辩论赛，非得争个高低才行。”我愣了愣，拉偏架这就开始了。前几天怕我离婚的那个男人去哪了？但我很快释怀了，嗯了一声，在出门的时候也毫不顾忌地刷着程进的亲情卡。程翘吃的东西，我原封不动地再买1斤自己吃。那段时间，我家很多水果都是买多了，吃不掉放坏的，好好的东西就那么扔了，婆婆满眼心疼。这招对我没用，程翘也不灰心，仿佛跟我斗智斗勇似的，又开始了 next level。其实我很少踏进他们住的次卧，但不久后隐隐传来的扑鼻臭味，还是让我推开了他们的门。入眼的一幕惊呆了我。程翘躺在床上，床上乱七八糟的，还吊着大大小小的瓜子皮和桂圆盒。那桂圆盒像小蟑螂似的，密密麻麻扔了一床，看得人直起鸡皮疙瘩。最重要的是，地上还有好多外卖盒，有的翻到了，汤汁浸在了我的木地板里，散发着阵阵油腻的臭味。而始作俑者就躺在那里玩手机，看着我变化莫测的表情。我盯着他：“你妈不管你吗？看看把这里造成啥样了。”他也看着我。我妈说：“
我难得来散心，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一句话，我就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婆婆在背后捣鬼。她挑拨成翘，拿她当枪使来对付我，就是为了报当初的萝卜仇。我笑了笑，没关系，反正臭的是你不是我。你走了以后，我就会请家政的。有本事你就把自己关在这里喽。该说不说，你身上好像已经被腌入味儿了，真的很臭。我捂着鼻子关上了门，动了给他锁死的冲动。他不是喜欢待在猪圈里吗？就让他好好关着去吧。婆婆坐在客厅，笑眯眯地看着阴沉不定的我，仿佛在告诉我母女联手，天下无敌。我掐了掐手心，忍下了。可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容忍程度以及成翘的恶心程度。在我早起洗漱，眼尖瞟到洗衣机上一张糊满了鲜血、散发着异味的姨妈巾时，我彻底怒了。我还没到日子，而婆婆又绝经了。这东西是谁的，用脚趾头想都能知道。我戴了好几层手套，将那张用过的姨妈巾贴在了他们次卧的门上，把门踹得梆梆作响。成翘，来看看你留下的好礼物，我还给你了啊！巨大声音吵醒了睡懒觉的程进，他揉着头发出来，被那张鲜红的纸吓了一跳，捏着鼻子道：“你干啥啊？这是成翘的。”婆婆也挤了过来，声讨着我：“是啊，这东西扔了不就行了？你恶不恶心啊？”我气笑了，继续踹着门：“成翘，你落在洗衣机上的姨妈巾，我给你拿过来了。问问你，你不需要重复利用的话，我就扔了啊。”门从里面被大力拉开，他一眼看到了那张姨妈巾，下意识叫出了声：“我操，你有病啊！扔了不就行了，贴这儿干啥？”我捏紧了拳，咬牙切齿道：“你没病，你没病，把你用过的东西展开放在洗衣机上，你是希望别人看看你量多不多吗？你传播细菌，你最有病，你真叫人恶心。”程翘瘪了瘪嘴，眼圈红了。至于吗？我已经团起来了，垃圾桶里没有塑料袋，我不好意思扔，谁知道它自己展开了。裴雨琪，大早晨你吃枪药了啊？干嘛这么凶？婆婆上前安慰她，程进也板着脸看着我。行了啊，这事儿是你小题大做了，不就是个垃圾吗？扔了不就行了？我一把挥开他拦我的手，指着次卧里面：“不就是个垃圾？你看看他自从来了以后，把家里祸成什么样了，跟猪圈似的。这地方我受够了，你能住我不能住。”程进刚醒，还没来得及理清事情就平白被我凶了一顿，他脾气也起来了：“不住就不住，你平时在家里跟我疯癫也就算了，我姐我妈好容易来一次，就因为这一点小事，扔了不就行了吗？你还想怎么样？我们三个给你跪下就好了是吗？”这几天被婆婆大姑姐联手针对的无奈和没人发泄的愤懑，我甚至觉得我也快疯了。我满脸失望地看着她，无法忍受她冲我发脾气，脾气上来掉头就回卧室收拾行李，直接拉着皮箱去找了闺蜜。我关上门的刹那，看到了婆婆和程翘得逞的笑。行，我得承认，这次是我输了。我上午刚去了几十里外的闺蜜家，下午程进就一直给我轮番发消息打电话让我回去，说他骂过程翘了，这是我家，他们应该听我的话。闺蜜瞥了一眼，渣男语录，这你也信？我苦笑了下，不信能怎么办？我还真能跟他离婚啊！闺蜜戳了戳我的脑门，你傻啊，他今天能为自家人骂你，明天就能为了他们动手，你不会以为程进有多喜欢你吧？既然那么喜欢你，就不会委屈你跟婆婆和大姑姐住一起。他难道不知道3个女人一台戏吗？
我看你就是被他套牢了。闺蜜的话像一记重锤锤在了我心上。是啊，程进不是不知道大姑姐和婆婆对我的态度，也知道我们对付不来，他的默认或许才是他们得寸进尺的理由。有没有可能，他也在暗暗地报那筐萝卜皮的仇呢？一连几天我都没搭理程进，无视他几次三番地向我道歉。程进甚至追去了我闺蜜家，声嘶力竭地说对不起，就差给我跪下了。他告诉我，我一离开，他就知道错了，顺带给他姐夫发了视频，控诉了程俏，不顾他妈的阻拦，连夜打包行李，把程俏撵回了自己家。他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看着他痛哭流涕的样子，我突然有点于心不忍。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我想。后来我还是听了他的话，跟他搬了回去，走了个得力帮手。婆婆一个人对付不了我，显然也有些尴尬，远没有程俏在的时候跟我耀武扬威的劲儿了。只是告诉我，她再住一段日子也要回去了。她想了想，寄人篱下不如自己在家舒服。我像只炸了毛的刺猬，听不得一点这种话，冷冷地看着程进。什么意思？怎么就寄人篱下了？妈的意思是我对她不好吗？既然这样，我看该走的人是我。程进厌恶地看了他妈一眼，低三下四地求着我。我妈哪是那意思啊？她就是文化水平不够，用错词了。你真别想多了，这是你家，你不回来，谁应该回来啊？我和婆婆默契的都没说话，这次算是就这么接过去了。程进上班以后，为了避免跟婆婆产生矛盾，我取消了休假，又过起了朝九晚五的工作生活。婆婆住了几天，一个人也没什么意思，回家还得面对我这张令她生厌的脸，整个人多少有点不自在。一次晚饭时，她主动提出打算明天就回家，给我俩整了个猝不及防。商量过后，程进觉得再过2天等他休息了，把他送回去，这样也能有个照应，免得他一个人还得各种坐车才能回去。程进边说话边看我脸色，我点点头同意了。虽然我跟婆婆有严重的问题和矛盾，可涉及到正事儿，我也不能马虎。万一她一个人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可能程进得记恨我一辈子。这几天，婆婆总是有意无意开始在我们面前收拾东西，摆出一副苦老太太的样子。我看着闹心，基本上都找借口避了过去。本来以为随着婆婆的离开，生活马上就能趋于平静了，可我错了。我怎么也想不到，我尘封已久的秘密会被一个最不应该知道的人意外揭开。当看着婆婆手里拿着我放在衣柜深处的皮箱时，我震惊了。我藏得很好，也从来没人动过。这皮箱从我妈走了以后就一直跟着我，里面装着我最大的秘密。婆婆一改之前苦情老太太的形象，跟程进坐在一起，像开封府升堂似的。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打开的，总之大抵是翻了个底朝天。现在2个人都一脸冷峻地看着我。雨琦，如果不是我们今天找到这些东西，你打算骗我们到什么时候？当时你们结婚的时候，如果早知道你是罪犯的女儿，我是肯定不会同意程进跟你结婚的。你这是骗婚，你知道吗？我眉头一皱。没错，我是罪犯的女儿，仿佛又回到了爸爸被抓走的那年夏天。那年我7岁。我爸本来有美好的前程，他是一本大学毕业，跟我妈是校友。毕业以后就在一家上市公司做财会，工资不高，但能养活我们。结婚2年后生了我们一家3口非常幸福。为了挣更多钱，给我们好的生活，我爸渐渐变了。他开始学会做假账，学会跟着老板一起出入各种各样场所，只为了多能弄点钱，
她从会计升成了助理，老板应酬只带她。只因为她是老板收受贿赂的口子，所有流水都是走的我爸的银行卡。我承认，我们过了一段有钱的生活，但很快这个梦就破碎了。我爸被供出来、被逮捕的那个夏天，我眼睁睁看着警察把他带走，看着他坐上警车，被2个警察一左一右夹在中间，连一句话都没给我留。后来他被判了8年。我妈带着我转了学，离开了那个城市，我们就来到了这里，开始新的发展。她带着我孤苦伶仃的生活，在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个外国人，一来二去2个人就勾搭在了一起。10岁的时候，我妈给我改了名，把我从黄雨琪改成了裴雨琪，仿佛这样就能改变我的人生，改变我罪犯女儿的身份。她跟那个外国人一直在一起，直到我长大成人后，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她才松口，跟那个外国人回到了他的国家，享受自己的人生去了。我也再没跟我爸有过联系，只是带着那个我妈留给我的小皮箱，里面装着关于我爸最后的回忆，活在这个孤单的城市。婆婆从皮箱里拿出我们一家3口的合照，以及我爸被捕那天登上新闻的那版，居高临下地扔到我面前。这么长时间你都没告诉过我你爸到底是干嘛的，也怪我们根本没来得及问。没想到你家从根上就是坏的。黄雨琪是吧？我看你是彻底忘记了自己是谁，是程进给你的爱让你忘了照镜子。我看着程进冰冷的眼神，有些纳闷，那是我爸犯事了，又不是我犯事了。我刚想说，你家是什么富2代显贵家庭，还是别的啊？嫁给你家还需要政审吗？难道全天下所有罪犯的女儿都不能结婚，都得等死吗？婆婆就打断我，滔滔不绝地骂了我半个小时，全程程进一句话都没替我说。不对，也说了一句，最后的最后，他说：雨琪，我接受不了你的身份，别的都无所谓，可是你为什么要骗我呢？你说你没有爸爸，可你爸爸明明在监狱。算了，我孩子将来是要考公考研的，他不能有这样的母亲。对不起，我们还是离婚吧。是的，是那个低三下四求着我别离婚的程进，现在告诉我，我们离婚吧。在他们愕然的目光中，我点点头，好呀。估计他们也想借助这件事来要一点筹码，然后好让我低头吧。我突然觉得自己很累，这个婚姻好累，跟婆婆和大姑姐吵架斗智斗勇很累，研究程进的喜怒哀乐也很累。爱情不该是这样，婚姻也是。我同意了他们的决定，甚至想越早离越好。因为是协议离婚，程进将房贷全揽了过去，他给了我自己攒下的7万块钱作为我办净身出户的赔偿款，再加上我从未动的16万彩礼，算是对我们过往感情的一个交代。我不是没钱，也不用靠这笔钱养活自己，但钱是王八蛋，不要白不要，我还是领了。后来我听好友说程进又结婚了，他现任是个典型的家庭型女人，一个人伺候着程进和他妈，是进门就得蹲下给他俩换拖鞋的那种。果然，我离得太对了，这不该是我的人生。再后来，我听说程进又和那个新的姑娘离婚了，因为婆婆说那个新的姑娘穷，配不起程进。而我呢，也终于找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另一半，老公很宠我。每当我想要干点什么洗碗之类的事儿的时候，老公总是埋怨我说，我已经请了阿姨了，这种事儿怎么能让你做呢？婚姻不是内耗，是彼此共担风雨，一起进步呀。第一个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听第2个故事。怀孕7个月，婆婆逼我拿彩礼给老公还网贷，
我答应后，竟发现上当了。我老公在网上借了几十万的贷款，那些催债的电话都打到我手机上来了，各种吓唬人的话都往外冒。他哭哭啼啼地求我，让我帮他把贷款给还上。公公婆婆还有大姑子小姑子，一家人全都来对已经怀孕7个月的我进行道德绑架。可我自己也没什么钱啊，能上哪儿去弄钱呢？婆婆就说，结婚的时候不是给了你30万的彩礼钱吗？还有你们家陪嫁的那30万嫁妆。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他们之前做的这一切，原来是冲着我这60万来的。我当时怀着孩子都7个月了，眼瞅着就要生了，肚子大的走路都费劲，走几步就走不动了。就在这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问，你是郭震的老婆吧？接着又说，郭震在我们这儿贷了30万，现在贷款到期了，可他到现在都还没有还钱，所以我们就打电话联系你了。这消息就跟一个炸弹在我脑袋里面炸开了一样。他居然贷款了，他贷款到底是要做什么呀？我们家这段时间既没有什么大的开销，也没出过什么意外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贷款啊，他为啥要贷呢？电话那头又威胁说，给你3天时间，要是还不还钱，我们的手段你们应该也有所了解吧？我紧紧捏着手机，心砰砰直跳，跳得咚咚响。能有什么手段啊？这些网贷公司的手段不就是闹到单位去，闹到亲戚朋友面前吗？让你在众人面前丢脸，甚至连工作都可能丢掉。甚至还有因为网贷丢了性命的新闻，到处都能看到，比比皆是。30万呢？这么一大笔钱，郭震贷这么多钱，到底想干啥呢？我赶紧马上就打电话给他，没想到他回来的倒是挺快的。他站在我面前，头低的都快贴到地上了。我就问他，真的是你贷的款？他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我差点就直接晕过去了。20万呢？就我们2个人，不吃不喝都得存上1年的时间呢。我这还怀着孕呢，就只有他一个人上班，挣钱有多辛苦啊？我朝着他就怒吼起来，你借这些钱到底是要干啥？咱们家哪到了非得借网贷的地步啊？日子难道就过不下去了吗？他一下子就跪在了我的面前，拉着我的手苦苦祈求，老婆呀，你就帮我把这钱还了吧，我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今年公司经营状况特别不好，我的收入比以前少了整整1半呢。你现在怀孕了，得吃好喝好，营养得跟上。我妈妈那边呢，又生了病，吃药打针哪样不需要花钱呀？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想到去网贷的。我心里想着，等公司情况好一点，或者我在外面接点其他私活，很快就能把钱还上了。可你到现在还是没有还上啊？对呀，我也不想这样啊，我也没想到他们会打电话给你。他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地跪着，姿态特别卑微地求我帮帮他。要是再还不上，那些人肯定会去我公司闹事儿的，到时候工作没了，就更还不上钱了。那些人啊，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老婆，我求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我能怎么帮啊？我结婚才2个月就怀孕了，孕期反应大得不得了，一天到晚不停地吐，根本就没办法去上班。我上哪儿给你弄这30万啊？他犹豫了一会儿，说话都结结巴巴的。老婆，结婚的时候我们家不是给了你30万彩礼吗？求求你了，先帮我还一下吧。我保证，等我熬过这段时间，肯定马上一分不少地全部再还给你。我是坚决不同意。结婚的时候，我们2家就商量好了，他家出30万彩礼，我家出30万嫁妆。
这些钱全部都让我带回咱们这个小家了，一分都没留在我娘家。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家压根儿就不答应，就只肯拿出5万块钱。后来也不知道咋的，又点头同意了，拿出了30万来。这可是我专门留着生孩子用的钱呐，同时也是家里万一有急事儿要用的资金，我一直碰都没碰过1分钱。郭振在我跟前求了我整整1晚上呢。到了第2天，那催债的电话又打过来了。电话里头说：“楚女士，你是不是快生孩子了呀？你可小心别出意外哦。”跟电话一起来的，还有一些那些死于非命的人的照片。我这心呐，一下子就咯噔了一下。这些人呐，真的是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以前因为追债闹出的人命，那可太多了。我轻轻抚摸着已经7个月大的大肚子，心里头那叫一个七上八下的。这可咋办呢？孩子可千万不能出事啊！我怀这个孩子吃了太多的苦，好不容易马上就要生了，绝对不能出事。电话那头又说，要不我们也可以去找你那60多岁的父母，他们应该有退休金吧？你好好想想。我说不行，爸爸妈妈都那么大年纪了，可不能受这些刺激啊！我抱着肚子，心里头急得像着了火一样，毛焦火辣的。就在这个时候，郭振突然慌慌张张地跑回了家，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是被人给打了。他一回到家，就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老婆，求求你，求求你了，就帮我这一次吧，只有你能帮我了，不然……”他看着我，停顿了一下：“不然，我就只能去死了。”这时候肚子开始隐隐约约地疼起来，手机还在不停地响个不停。楚女士，你看到你丈夫现在的样子了吧？你难道不想让你儿子看到这世界上的太阳吗？你好好考虑考虑吧。我死死地抱着自己的肚子，脑瓜子里乱得就跟一团麻线似的。就在那么一瞬间，我对着手机大声叫嚷起来：“全都给你们，别再来找我家里人的麻烦了。”老公咧开嘴笑了，他情绪特别激动，一下子就把我抱住，还对着我的脸一顿猛亲。老婆，你可真是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不管我的，肯定是心里头关心我的呀。一下子少了整整30万，我躺在床上，心里头直冒火，生着闷气呢。这1年呀，郭振他妈说自己生病了，可具体得的啥病，他也没跟我明说，就只是告诉我说看病得花一大笔钱。刚怀上宝宝那会，他就提过一次，让我把彩礼钱拿出来给他看病。当时我问他到底是啥病，他就支支吾吾的，不肯痛痛快快地说，后来也就没再提起这事儿了。没想到啊，从我这儿没拿到钱，他居然去找郭振借了那种高利息的网贷。我本以为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就当是花钱消灾了。现在最要紧的事儿，就是先把孩子顺顺当当生下来，钱嘛，以后还能再赚的。可是呢，还没过2天，又有一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又是催着还钱的借款电话，而且还是要还30万。我一下子就崩溃了。郭振又扑通一声在我面前跪了下来，低着头苦苦哀求我。但这次我态度坚决，就是不松口答应他。我一边哭一边打他：“你给我说说清楚，上次那钱说是给我花，给你妈花，这次这30万又是怎么个情况啊？”他就一直那么跪在我面前，倔得跟头驴似的，就是不肯张嘴说话。都好久没见着的大姑子，冷不丁地出现在我家里。弟妹啊，实在是对不住郭振，他是为了帮我呀。帮他？我差不多心里有数了。大姑子家那儿子啊，去年把人给打了，
下手可狠了，差点没把人家给打死。最后呢，赔了整整30万，这事才算了结。当时啊，大姑姐专门来找过我，跟我说想让我借她点钱，好把她儿子从里头保出来。我没答应她，为啥呢？他儿子犯了错，那肯定就得接受惩罚呀。再说了，他一开口就是借30万，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最后呢，我就只答应借给他5万。打那之后啊，这个事儿也就没再提起来过。嘿，你猜怎么着？原来是郭震，又是这家伙，他去贷款30万，然后把这钱给了大姑子。这次我可真是气坏了。上次说婆婆生病，借钱还勉强能说得过去，可这次倒好，为了把一个犯了罪的人保出来，她居然又去贷款。她呀，真是一点儿都不为我们这个小家庭考虑考虑。我气得都不行了，抬手就给了郭震一巴掌。我冲他喊：“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贷款贷上瘾了是吧？贷款不用还的啊，利息那么高，你倒是跟我说说，现在到底该怎么办？”他呢，又跟上次一样，扑通一声就跪在我面前，低着头，一声都不吭。大姑子这时候赶紧过来拉住我的手：“婷婷啊，你不是还有30万彩礼钱吗？先拿出来给阿震垫一下呗。”我一听这话，顿时火冒三丈，眼睛直直地怒视着大姑姐。我大声说：“他是给你儿子借的钱，你自己怎么不帮他还呢？”他倒好，还理直气壮的。我要是自己能有30万，当初还用得着找他借吗？现在我们家啊，要说有钱的，也就只有你一个人了。婷婷，你们俩可是夫妻，你就帮帮他呗。不帮，他给谁借的钱就去找谁，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大姑姐一听我这么说，一下子就急了：“那可不行啊！你要是不帮他，他肯定会丢了工作的，甚至还可能会被人给打死呢。打死算了，省得他老是不长记性，活着也是白白浪费空气。”我当时气得都过不上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了。大姑姐一听我这么绝情的话，直接伸出手指，指着我的脑门：“你啊，楚婷，咋能这么狠心呢？你怎么就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来啊？要不是当初为了娶你，把我们家的家底都给掏空了，我们现在至于要点钱还得看你脸色吗？”我简直气死了，一下子就用力把他给拍开了。“你给我听好了，你们家当初出的那30万，我早就拿去给他还上一次的贷款了。这次的，你就别想我再拿出1分钱来。我是真的下定决心了，打定主意1分钱都不会拿出来。凭啥呀？大姑姐的儿子打人了，却要郭震去贷款当保人。她自己为啥不去呢？她老公又为啥不去呀？郭震还是一声不吭的，就一直那么跪着。大姑姐对着我就开始破口大骂起来，说我这人没良心，说我见死不救，还说我就是个铁石心肠的人。我才不管她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坚决不同意拿出我最后的嫁妆。没过多久呢，公公婆婆也听到了这风声赶过来了，不用想都知道，肯定是戴姑姐说的。婆婆一来，一下子就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哭哭啼啼的：“婷婷啊，妈求求你了，这个家现在就只有你能拿得出钱来呀，只有你能帮一下阿震了。妈没本事啊，妈没钱，还拖累了他，妈给你磕头了。”他看样子就像是真的要给我磕头一样。我一下子甩开他的手，往后退了好几步：“别这样啊！你就算给我磕头也没用，这钱我是绝对不会拿出来的。首先呢，你们给的那30万彩礼，我已经拿去给他还上一次的贷款了。然后呢，这次的贷款是为大姑姐借的，跟我可没有任何关系。
我压根就没有义务帮她还。婆婆又跪着往前挪了几步，来到我跟前。婷婷啊，咱们都是一家人，你们俩还是夫妻呢，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你这次要是帮了她，我们全家人都会一直记着你的好的。不需要的，我压根就不需要他们记得我的好，只要别来打扰我，这就足够了。整个孕期啊，我根本就吃不下东西，天天都在吐，可他们一家人呢，居然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就连一顿饭啊，他们都没有给我做过。嘿，现在一到要钱的时候了，好家伙，一个个的就都冒出来了。见我一直都不肯松口答应给钱，你猜怎么着？那还没嫁人的小姑子啊，直接就指着我的鼻子说：“楚婷，你这人也太过分了吧！我妈都已经跪下来求你了，你还死死地抱着那钱不撒手。还说钱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在你眼里头，到底还有没有一点亲情啊？”我一下子就拍开了他指着我的手指。他呀，居然还得寸进尺，想着上手就要打我呢。我当时都快气死了，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眼睛直直地看着地上的郭振，对他说：“郭振，你到底还想不想要你的孩子了？你明明心里清楚，我怀这个孩子有多不容易，你非要在这个时候气我是不是？”可他呢，还是一直低着头，嘴里就只有那一句话：“老婆，对不起啊，真的对不起。”就在这时候，婆婆的电话突然响了，她顺手就开了免提。电话那头传来声音：“老太婆，钱准备好了没？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再不给我钱，你们家小女儿，呵呵呵，听说还没嫁人呢。”婆婆一听，吓得立马就大哭起来，小姑子也跟着崩溃了。小姑子哭着说：“不行啊，妈，我都有男朋友了，我们俩马上都快要结婚了。”婆婆又对我说：“婷婷，你就把钱拿出来吧，你难道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妹妹被人糟蹋吗？”我看着眼前这个乱哄哄的家，我说：“报警！他们居然敢威胁人，我们必须得报警。”不能！婆婆大声地喊了出来。婆婆说：“不能报警啊，这些人，你报警根本就抓不完的。再说了，本来就是你们欠了人家钱。”小姑子也跟着说：“对啊，楚婷，不能因为你们欠了钱就连累我啊！你们赶紧把钱还上，快点还给人家。”这时候我肚子开始隐隐作痛，我只能抱着肚子，想找个地方坐下去。小姑子一下子就赶紧把我给拉了起来：“快说，你到底拿不拿出你的钱来？”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了，额头上已经冒出了好些汗珠。我强忍着肚子的疼痛：“我可能马上就要生了，郭振啊，你赶紧快点把我送去医院吧。”郭振这会儿也有点慌神了，他立马站起身来，准备跑去开车。可谁知道大姑子一下子就拦住了他：“急什么呀？她这还没到预产期呢。再说了，女人生孩子那可得有个过程，一般都得10几个小时，哪能一下子就生出来啊？楚婷，你现在赶紧麻溜地把钱拿出来，我们这就送你去医院。”简直是疯了！这些人啊，为了钱真的是啥都不过了，太疯狂了。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还在一个劲儿地逼我拿钱。就算我心里想拿，可我现在这个样子，根本就没办法去给他们拿呀，疼得我连话都不想说了。大姑子还是不依不饶，一直在那儿咄咄逼人：“快点说啊，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你赶紧告诉我们，钱在哪张卡上？”我突然感觉到身体下面有热乎乎的东西流出来，心里想着应该是破了羊水。郭振，快点呀，羊水破了，你可快点啊！你们想要钱，也得等我先去医院啊，孩子马上就要生了呀。
可大姑子还是稳稳地挡在郭振面前，没有一点要让开的意思。楚婷，你可真是要钱不要命啊！都到这种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你居然还是不愿意把钱拿出来。既然你是这个态度，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不讲情面了。说完，她转过身，伸手就拉住老公：“走，咱们都走，就把这个眼里只有钱的女人留这儿，让她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就让她抱着钱过日子去吧。”没想到，他们还真的就这么走了，一个不剩，全都走光了。我哭着苦苦哀求郭振留下来，求他赶紧带我去医院。可他竟然就只是看了我一眼，脸上还满是失望的神情。楚婷啊，我真是没想到，你居然爱钱爱到了这种地步，宁愿死都不愿意把钱拿出来。走，阿振，反正能生孩子的又不只有他一个人，他还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呢。我眼睁睁看着那房门被狠狠甩上，心里痛的就跟被撕裂了一样。他们啊，怎么能这么绝情呢？那就别怪我真的不讲情义了。他们不管谁死了，都和我没有半点关系。我紧紧地捏着手机，把准备转账的手机页面关掉，重新拨打了120。惹到我，那可是他们的好运气。120来得特别快。我被抬上救护车的时候，竟然看到他们一家人都站在我家门口，每个人都像在看什么热闹似的盯着我。看吧，这个女人心里就只有钱，都到了这个时候，还死死守着那些钱不放。真是的，难道是拿去买棺材吗？心肠跟铁打的一样，自己的孩子都不管。阿振，你看看你娶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下该清醒了吧？早就跟你说不要娶她，还敢要那么多彩礼，当初我就说只给5万，就只给5万就行。行了，郭振大声吼了一声，钱不是都已经给你拿回来了吗？我躺在担架上，听着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眼泪忍不住不停地往下流。我使劲死死地咬住自己的嘴唇。医生问我有家属在吗？我咬着牙挤出2个字：死了。小姑子在一旁突然大声叫嚷起来：“哥呀，你瞅瞅，他居然还诅咒咱们呢，咒咱们死，这可真不是个好东西啊！他自己咋就不死呢？整个就是个只认钱不认人的玩意儿。”车子慢慢的越走越远了，可是郭振却压根儿没跟上来。他的心呐，咋就这么狠呐？居然这么不管咱们的死活。到了医院以后呢，医生说我羊水都快流得没剩多少了，要是再来晚那么一会儿，那可就真的一尸两命了。爸爸妈妈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给我签字做剖腹产手术。最后呢，我总算是平平安安地生下了一个女儿。等麻醉药劲儿过了，我醒过来，就看到妈妈趴在我的身上流眼泪呢。她一看到我醒了，马上就把眼泪擦干，脸上露出了笑容。她说：“真好呀，是个小女儿，长得可漂亮了。”女儿确实长得特别漂亮，也特别可爱。我往病房里看了看，除了爸爸妈妈，真的一个其他人都没有。妈妈就问我：“你跟妈说说，郭振到底干啥去了呀？连你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他都不在，我们给他打电话，他还不接。”我这眼泪啊，根本就忍不住。妈妈立马心疼地看着我。妈妈说：“好了好了，别说了，啥都别说了，先好好养着身体，啥事儿都有爸爸妈妈在呢。”妈妈又说：“你啥都不用害怕。”我又睡了一天，结果被一阵吵闹声给吵醒了。那声音啊，我简直太熟悉不过了。没错，就是恶婆婆和大姑子的声音。大姑子居然说：“楚婷，你还没死呀？”这大姑子可真是太恶毒了。妈妈生气地骂她：“你在放什么狗屁？”大姑子还说：“我就是来看看这个只知道爱钱，
对老公家人一点儿都不爱的恶毒女人死没死呢？怎么不行啊？妈妈忍不住了，大声说：“滚！”妈妈实在气不过，就给了大姑子一个特别响亮的巴掌。你算个啥玩意儿啊？跑到我女儿跟前，在这儿指手画脚的。她这刚生完孩子，你们不好好来看她，反倒跑来给她找麻烦。郭振呢？你赶紧把他给我叫过来，我要当面问问他，到底怎么当人家老公的。大姑子被我妈结结实实打了一巴掌，她哪里能忍得下去啊？她立马就抬起手，想要还手。我爸爸眼疾手快，直接一脚就踢了过去。滚！都给老子滚犊子！谁都别想来打扰我闺女。那两个心术不正的母女，一看占不到任何便宜，一边走还一边嘲讽起来。生个赔钱货有啥了不起的？我们家阿振马上就能再有个儿子，你这个赔钱货我们还不稀罕呢。他们甚至连看都没看我女儿一眼，真的，摆明了就是想来气死我。麻药劲儿已经过了，我整个人彻底清醒过来。大姑子这话到底是啥意思啊？郭振马上就能再有个儿子？难道说，在医院住了好几天，郭振一次都没出现过？我对他已经彻底死心了。5天之后，我抱着女儿回了娘家。可是啊，大姑子说的那句话一直在我心里头，怎么都挥之不去。我偷偷地去了郭振的公司，穿上了大衣，还戴了帽子和墨镜。他下班了，跟一个同事有说有笑地走了出来。郭经理，今年公司业务那可是蒸蒸日上啊，肯定比去年的分红要多不少呢。您这可算是发达了呀。郭振脸上带着笑，大家都差不多，不过也就几十万罢了，争取明年啊，咱们都能分上100万。几十万的分红呢？可郭振之前不是说公司效益不好，工资都少了1半吗？难道他之前说的那些，就是为了去网贷才编出来的？我满心狐疑地跟着郭振，他既没有回我们自己的家，也没回婆家，反而是去到了我家隔壁的那个小区。刚一走进小区，我就瞧见郭振直直地朝着一个正坐在长椅上的女人走了过去。那个女人的肚子挺得老大老大的，郭振满脸温柔地伸手轻轻抚摸着她的肚子，接着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缓缓走进了单元楼。我当时就感觉自己好像是被几千根钢针给牢牢定住了一般，身子动都根本动不了一下。郭振啊，他在让我怀孕的这个时候，居然还让另外一个女人也怀上了孩子。甚至呢，他竟然还把和那个女人的家安在了我们家隔壁的小区里。我浑身颤抖着，一路跟着他们来到了门口，就看到房门是虚掩着的。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家里竟然还有恶婆婆和大姑姐在。他们都满脸微笑地给那个女人切水果，还倒上热气腾腾的茶。那对她关怀的无微不至的样子，简直就像是把她捧在手心里宝贝着呢。晴晴呀，再忍上1个月，孩子就可以生下来了。姐，我心里清楚着呢。你说说，当初你跟阿振感情那么好，要不是那个女人从中插了一脚，你们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还搞得偷偷摸摸的？姐，也怪我自己，都怪我当时太任性了，根本没有替阿振多考虑考虑。这怎么能怪你呢？你们俩可是从小就一块长大的，都怪那个女人死皮赖脸的非要嫁给阿振。哈哈哈，居然说我是死乞白赖的非要嫁给郭振，这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奇葩逻辑啊？我们就是通过相亲认识的，彼此都觉得对方还凑合，然后就顺顺当当、理所当然地结了婚。他之前也根本没跟我提过有个什么前女友呀。要是我早知道有这事儿，我难道会不考虑吗？这事儿其实都怪我，当初晴晴跟我分手，
我一生气，扭头就去结了婚。其实我结婚当天就后悔了，就是自己优柔寡断的，没马上把这事儿给结束掉。哎，都怪我呀。不过你们放心，我很快就会和他离婚的，反正那20万彩礼我也已经弄到手了。老太婆脸上乐开了花。没错啊，儿子，还是你厉害，当初我就讲只给5万彩礼得了，你却叫我答应给30万，还说肯定能把钱弄回来。真没想到呀，你还真把钱弄回来了，不愧是我的好儿子。呵呵，就他那样的，还敢开口要30万彩礼。我之所以答应给他30万，就是想着他们家肯定也会给30万嫁妆，到时候我就能到手60万了。只可惜呀，那个死女人真是要钱不要命，死死地攥着钱不松手。早知道这样，第一次我就该说欠了60万，一次性把钱弄到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跌跌撞撞地跑下了楼。郭震啊，原来他和我结婚仅仅是因为跟前女友赌气。原来他给我30万彩礼，只是贪图我会出30万嫁妆。原来他说的网贷借了30万，全都是假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他甚至去年还分红了几十万，那些钱他一个字都没跟我提过。我气得差点昏了过去。这都是些什么垃圾玩意儿啊！可居然被我给碰上了。我紧紧地握紧了拳头，他还有他们居然敢这么骗我。我楚婷可不是那种任人欺负的软蛋。我抱着可爱的女儿，心里后悔的不行。后悔啊，我怎么就没看清人，嫁给了这么个渣男。后悔我怎么就那么相信他，白白的被他骗走了30万。郭震上班的时候，我一个人来到那个叫晴晴的面前。他看到我，一点都不惊讶，也没有心虚害怕的样子，反倒还高傲地看着我。你终究还是忍不住找上门来了。我没理他，直接开始扔他的东西。我把房间里所有能看到的东西都往外扔。你要干嘛？你凭什么扔我的东西？我不停手，还是看到什么就扔什么。他手摸着那大大的肚子，嘴里大声说道：你要是再乱扔我东西，我可就真报警了啊！对方不屑地回怼：你报啊，有本事你麻溜儿的报。他紧接着大声质问：你住的这房子是郭震租的吧？郭震可是我老公啊，他拿我们夫妻2个人共有的财产租的房子，凭啥让你住这儿呢？他一下子慌了神，赶忙掏出手机给郭震打电话。过了大概10几分钟，郭震和他妈妈还有他大姐一起出现在了我跟前儿。他们看到我之后，脸上没有一丝慌张的神色，反倒显得特别得意。蒋晴一下子就扑到了郭震身上，嘴里哭诉着：老公啊，你赶紧把他赶走，他把我的东西全都扔到外面去了，他这是欺负我呢。郭震的脸一下子变得铁青，冲我大声吼道：楚婷，你发什么疯啊？这儿可不是你家，你赶紧给我滚出去！我不但没要走的意思，还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反问他：郭震，你难道忘了咱俩是夫妻吗？你难道连咱们还有结婚证这事儿都忘了？郭震紧紧地把蒋晴抱在怀里，恶狠狠地说：哼，谁 TM 愿意娶你啊？晴晴才是我老婆，你要点脸行不？现在就跟我去办离婚。我回应道：离，老子当然要跟你这个垃圾离婚，但不是现在。接着说道：这房子是你租的，你用的可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又接着说：还有啊，我查过了，你送给他好多奢侈品呢，又是各种礼服包包，每个月还给他2万块钱。这些东西可都是咱们婚姻存续期间你送出去的，所以郭震，这些东西我一样都不会放过，全部都得要回来。
你们1分钱都别想躲过去。蒋晴这下慌得不行，手又不自觉地摸着肚子，焦急地对郭振说：“老公，这可不行啊！那些东西都是你送给我的，他不能要回去，绝对不能。”大姑姐郭媛气呼呼的又冲过来，看样子想动手打我，嘴里骂骂咧咧：“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要不是你上赶着非要嫁给我弟弟，他们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还想着要钱，你眼里就只看得见钱吧？连生孩子都舍不得掏钱出来。”他还没碰到我呢，我抬手就先给了他一巴掌：“滚蛋！给老子有多远滚多远！以前啊，我还真把你们当成自家人，处处都给你们留着面子呢。从今儿起，咱之间就只有仇，啥亲人都算不上。还有啊，你找我借的那5万块钱，赶紧给我还回来。”他一听要还钱，一下子就没了声响。之前不是说贷款20万保你儿子吗？现在也立马给我还回来，要是没钱，就把车和房子卖了，反正都得给老子还上。他赶忙摆了摆手：“没有的事儿，哪来的20万呢？根本就没贷过款，那都是骗你的。”哈哈哈，其实他不说我心里也清楚，只不过我就想听他们自己亲口讲出来罢了。这些全都是我的证据。那老太婆也过来轰我走：“滚滚滚！这是我儿媳妇的家，我早就认定她是我儿媳妇了。而且啊，她肚子里怀的还是个儿子呢，我们都去照过了，哪像你，只能生个赔钱货。”她抄起扫把就要赶我走，我顺手抓起身边的凳子就朝着她砸了过去。谁怕谁呀？我又没做错啥事儿，我又没出轨，我也没养小三。他一下子恼羞成怒，直接朝我扑过来，伸手就要扯我的头发。我能让他一个老太婆打赢我？我抬腿就是一脚，他接连往后退了好几步。郭振看我像发了疯似的，就松开了蒋晴，气呼呼地朝着我冲了过来：“楚婷，你这是活该，你这是找死！我本来就想安安静静跟你把婚离了就算了，你偏要闹事儿。”他抬腿准备踢我，我赶紧拿起刚刚老太婆扔在我身边的扫把，一棍子就戳在了他肚子上。他本能的想要躲避，可这一躲，直接撞到了挺着大肚子的蒋晴。他没站稳，一个趔趄就倒在了地上。啊！他尖叫着，双手紧紧抱住肚子。我清楚地看到有鲜血从他的身子下面缓缓流淌出来。好啊，这可真是太好了！常言说得好，天道好轮回，苍天他可从来都不会饶过谁啊！就在前几天的时候，倒在地上痛苦不堪的那个人还是我呢。可这一转眼，现在换成的却是他的小三了。老公啊，我感觉我马上要生了呀！蒋晴满脸焦急，大声地喊叫起来。那一家人一下子就慌了神，急急忙忙地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再也没有了我那天快要生的时候，他们对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冷漠样子了。楚婷，你简直就是个神经病！我那宝贝孙子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绝对跟你没完！老太婆一边尖声叫嚷着，一边还想冲过来动手打我。我直接抬起手，毫不留情地就给了他一个巴掌。别着急，我同样也跟你们没完呢。我眼睛死死地盯着郭振，此刻的他看上去是那样的焦急万分，又是那样的惊慌失措。郭振，你就好好等着吧，我一定会让你身败名裂的。蒋晴竟然早产了，而且啊，那个孩子根本就没能够抢救回来，在肚子里面就因为缺氧，直接就没了性命。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头一点波动都没有。我觉得这就是他们应得的报应啊！我还没来得及去找他们算账呢，蒋晴就主动找上门来了。
他在我家大门前扯着嗓子大声喊叫，非说我是杀人凶手，一口咬定是我害死了他的儿子。老太婆和郭元也跟他站在一块儿，他哭的那叫一个死去活来的，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我抢了她老公，又害死了她儿子。楚婷，你把我的儿子还给我，你快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呀！老太婆也在一旁大声地嚎哭起来。楚婷啊，你这心可真够毒的呀，竟然害死了我的孙子，你简直就不是个人啊！街坊邻居们都对我指指点点的，我又有啥好怕的呢？我直接就把结婚证给甩出去了。大姐呀，你可要看清楚喽，到底谁是小三，谁才是正宫？他那副样子，理直气壮的。阿振压根就不爱你，他不过是为了气我才跟你结婚的。你咋这么不要脸呢？还霸着我的老公不松手？你就那么缺男人吗？这天底下的男人多了去了，你为啥非得揪着我老公不放呢？谁稀罕他那破玩意儿呀？我只不过是还没来得及去清理罢了。妈妈呢，端了一大盆洗脚水，直接就往那不要脸的3个人身上泼过去，一个都没给放过。滚蛋！我们真是瞎了眼了，才会碰上你们这家人。我实在气不过呀，本来想着先跟郭振去办离婚的，但是呢，我后来改变主意了。我直接就闯进了郭振所在的公司。他现在好歹也算个小小的经理，不大不小的也算是个官呢。我直接就去找他的老板了。郭振说公司效益不好，他没办法养活家里，所以去网贷了30万。我就想来问问老板，这事儿是真的吗？老板一下子就瞪大了眼睛，胡说八道什么呢？公司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哇，就去年郭经理光分红就有40多万呢，哪里就没办法养家了。等郭振收到消息，急匆匆赶回公司的时候，我已经面带微笑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了。郭经理，我笑着喊他，他简直要气炸了，一下子就把我给拉起来。你到我公司来干啥呀？赶紧给我走！我就是要问问你们老板，员工都得靠网贷来养家糊口了，这老板到底是怎么当的呀？他的脸色那是肉眼可见的慌张起来了。楚婷，你闹够了没有？离婚，赶紧跟我去离婚。可我这会儿真不想离婚了呀。郭振，你说说，你一年能挣几十万的工资，还从我手里骗走了30万，你到底把那些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呢？他这下显得更加慌张了。那些钱可都是我的，跟你没啥关系，你别管这么多闲事，赶紧去办离婚手续。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咱俩可是夫妻呀，你的钱可不就是我的钱吗？咱们是一家人，这不是你们一直挂在嘴边说的吗？我是被他们骗了之后，才彻底明白过来的。婆婆所谓的重病，其实就只是个高血压，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大姑子家儿子打人，实际上只赔了5万块钱，哪有他们说的什么30万啊？他们之前说的那些话，不过就是为了从我手里骗钱罢了。这一家人可真是太会算计了，从一开始就盯上了我的钱。现在呢，我要把这些钱全部都要回来。我眼睛死死地盯着他。郭振，你要是想离婚，行啊，但是我得有条件。你居然还有条件？你害死了我儿子，我都还没去告你呢，你竟然还有条件！我气得眼睛发红，抬手就一巴掌甩在了他脸上。你个混蛋，眼里就只记得你儿子，你还记得你还有个女儿吗？你还记得我当时倒在地上，差点一尸两命的事儿吗？你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我倒下，连个120都不愿意帮我打。我一个人去医院生女儿的时候，你是不是正陪着你的小三呢？郭振，你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记得咱女儿了？他听了这话，头低了下去。
咱们结婚本身就是个错误，我根本就不爱你。那你当初干嘛要来招惹我，还跟我结婚呢？对了，我差点都忘了，他之前说过，刚结婚就后悔了，就是为了我那30万的嫁妆，才勉强忍了1年。现在你既然想离婚，你是过错方，就得净身出户，把你给那个小三花的钱全部都追回来。做到这些，我就同意跟你离婚。我说完这些话后，郭振又不想离婚了。他刚一听说得净身出户，房子车子啥的都得归我，他怎么可能会同意呢？他四处打听着，去咨询了好多律师，可那些律师都说我手里的证据那是确凿无疑，就算真打起官司来，我也是稳稳能赢的。他一下子就跟平常不一样了，再也不提离婚这事儿了，反而还提着奶粉专门跑过来看女儿。婷婷啊，我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儿了。我冷冰冰地抱着胸，直接把他堵在了家门口。那你的晴晴呢？你那个前女友，你找的那个小三咋办呢？他的眼睛明显跳了跳。我已经把他送回他老家去了，以后再也不会跟他见面了。这也太可笑了吧！我要是还能相信他的话，我简直就是条狗。我转身就把这段视频发给了蒋晴。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爱着的男人，你还要不要啊？他的嘴唇不停地颤抖着，紧接着就哭了出来。当初啊，我跟他分手之后，他很快就跟你结婚了。我当时心都死了，就回了老家，可他又追到老家去，说要跟我重新在一起。我太爱他了，就答应当他那个见不得光的女人。我还让他跟你离婚，他说你手上还有30万的嫁妆，等他把这钱弄到手就跟你离。呵呵，这世上傻女人可真不少，我俩啊都是傻女人。郭振根本就不同意离婚，我给他寄过去的离婚协议，他连字都不签。我可不会惯着他这毛病，直接就把他告到法庭上去了。法庭上啊，他哭的那叫一个伤心，还说对我还有感情呢，说他压根儿就不想离婚。可是啊，当蒋晴出现在法庭上，当他眼睁睁地看着蒋晴就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他终于慢慢地垂下了头。我们俩最终还是离了婚。他最后是净身出户的，身上1分钱都没给自己留下，甚至之前他从我这儿骗走的那些彩礼钱，这次也都还给我了。这些钱呀，我都打算用在女儿的身上，给她好好过日子。因为我去她工作的地方闹了一场，结果她被老板给辞退了。那个叫蒋晴的也离开了她，回自己老家去了。这下可好，她终于变成孤独一人了。那个老太婆还有郭源，隔3差5就跑来找我的麻烦，每次来就知道咒骂我，说我害了郭振，还害了他们一家人。妈妈就劝我，婷婷呀，咱们把房子卖了，去别的地方安安静静的生活吧。我可不答应，我有啥好怕的呢？我压根儿就一点错都没有啊！他们要是来1次，我就打1次；要是来2次，我肯定也打2次。这么几次3番下来，他们也不敢再来了。总是那句话，这人要是太善良了，就容易被别人欺负。别人要是不招惹我，我肯定也不会去招惹别人。他们招惹到我头上，那就是他们自己的本事，